迁移宫与命宫的之间相互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它也可以表现出就是我们中晚年的一个运势，更是可以参考我们的另一半是否是多金还是多才华。只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遗忘它。大家好，我是林姬，欢迎您回到我的频道。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但是在元宵节还没有过之前，我都算是新年期间，这里跟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在辛丑牛年扭转乾坤，大吉大利。紫微斗数将我们整个的人生的吉凶祸福以及人事活动分为12个宫位，以12的宫位的内容去判定，借此去探究一个人的荣华富贵与贫贱、宿命、健康与社交的活动等等。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命宫是执掌所有宫位的一个管辖中心，也是一个显示先天与后天的命运、思想、精神等等非常重要的一个宫位，所以必须先由命宫为中心，再论其他的11个宫位，否则有时候在论断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与事实不符合的一个状况。今天我们就在针对命宫与迁移宫它们之间的一个相对性与关联性做一个探讨。命宫与迁移宫它是属于2个重要的宫位，也是2对面的一个宫位。另外我们在探究紫微斗数的时候，也是要以3方4正为探讨的一个重点。比方说我们由今年的这个丑宫，就是辛丑年作为我们的命宫来说，对面的话则视为迁移宫。它的3方4正，我们1、2、3、4、5，有宫的话就是我们的财帛宫，这样子的话在4宫就是我们的事业宫，也代表了我们的官禄宫。这样子的一个3方4正才是我们在论命的一个所谓的重点。所以说不管是命宫、财帛宫、迁移宫或官禄宫，这样的形成一个3方4正。以命宫来说，以它的右边为辛的平辈，接下来就是兄弟宫，或者是说我们的右辈，或者是我们年少时候的一个状态，以及未来新的时间轴。而在我们的左边的话，就是我们的父母宫，它代表的就是旧的，或者是祖辈以及过去的，所以命宫为用，命宫则为时间的一个走廊。我们用命宫为阴阳来说，迁移宫则为阴，命宫则为阳。命宫论的是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的命运表现于外在为阳，迁移宫则表现是隐性的一面，它也是福德的气数位，就是福德宫的气数位，比喻我们的祖先还有我们父母的命运、个性以及潜在的遗传基因。命宫里如果没有主星，我们可以借对宫、迁移宫来参照。这就是所谓紫微斗数的14主星，主星的话就是紫微、天相、天府星。所以说如果你的命宫里没有主星，则可以借对宫的迁移宫来做一个参考的方向。迁移宫就在我们命宫的对面，所以对于命宫它其实有直接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里外2个面向。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状态，至少我们要看他命宫与迁移宫，然后再去看其他的宫位，比方说财帛宫或者是官禄宫。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迁移宫是我们个人表现在外的一个状况。这个人在外是否有贵人，或者是说是否有交通事故、挫折、阻碍，或者是意外，在外面是不是能得到得力的助手以及贵人，以及我们的运势的吉凶祸福，也可以在迁移宫里表现出来。如果这个人的迁移宫非常旺盛，如果说像太阴、贪狼、天相、天同等这些桃花星，这些隐藏桃花的星曜，表示说这个人在外在
他的人缘是非常好的。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虽然他的人缘很好，交的朋友也很多，但是如果你的仆役宫就是我们所谓的交友宫逢煞星的话，就要注意，即使朋友很多，人缘也很好，要留意其中是否会出现一些拖后腿的一些损友。其实迁移宫这个宫位就在我们生命宫的对面，它影响是非常大的，小到我们的长相，大到我们的交友情况，还有生命安全。迁移宫与命宫的之间相互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它也可以表现出就是我们中晚年的一个运势，更是可以参考我们的另一半是否是多金还是多才华。只可惜我们常常忽略了它的存在，遗忘它，只是把它当成命宫的对宫，就是一个迁移宫，来看看是否存在有煞星或者有不吉的星曜来冲照进来，而影响我们的命宫。其实有时候外在的情况反而是直接影响着我们内在的一个情绪状态，还有我们的生活节奏，会有造成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迁移宫的一个重要性。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迁移宫去看我们一个人真正的内心世界，知道他内心真正的价值观，还有他的喜好、兴趣，甚至还有他的心事。命宫与迁移宫是一阴一阳的一个表现与面向的结合，紫微斗数则是依照易经为基础，经过千年的变化、修改与累积，将人体的面向分成多个面向来看待，包含现代心理学，也就是说我们心中有许多不同的人格存在。在佛家来讲，它就是我们这一世透过累世轮回转世而来的，必然包括了许多累世的灵魂，不同的个性，融合展现在这一世出现。命宫主体的架构经过12个宫位与三方四正的一个变化，迁移宫代表的是一个其中主要的组织架构，它显示出我们外在的一个情况，同时也表现了我们内在深层的另外一个我。这两个的差异性的意义就在于一阴一阳的表现，所以我们不得不说，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个易经的智慧，具有它的巧思与其珍贵性。近几年来，外出旅游的机会已经是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是现在因为疫情的严重性，造成了很多人不得外出去参加很多活动，甚至出国旅游的机会。但是休闲旅游当中，它是我们进修的一部分，更是促进经济交流非常重要的关键之一。所以也可以在紫微斗数命盘当中看出我们是否拥有外出旅行的一个机会，甚至说我们是不是有移民的一个状态。另外就是我们如果外出在外，是不是会平安？迁移宫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位置。如果您的迁移宫或是命宫在这个命迁线落在寅申巳亥，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的四马地这个位置的时候，通常变化就会比较大，也会喜欢外出或者是出国，甚至有时候就是会居无定所，甚至远离家乡到外地出差、移民、定居或者是创业。另外含也就是喜欢往外跑，有时候不见得有机会，那就要看命迁线它的坐落的位置。但是如果本命盘的命迁线不在四马地，而是在大线或是小线落在四马地的运线上的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的命迁线在大线或小线也是落在运线上的四马地，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也可以说在这个时间内自己有机会去变动，或者也是希望自己想要变动外出。而四马地的位置又以巳亥这两个宫位最容易有变动与外出的一个状况。古代的情况会比较说叫做漂泊一生，四海为家。但是因为现在的时代的不同，我们认为就是开阔视野、世界地球村的一个概念。这个时候透过命盘的解读，展现真实的状况，将漂泊转化为丰富我们人生经历
找到我们适合的外出的旅游的一个旅游点，或者是转换事业的契机点，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参照。所以说，我们要了解命宫跟迁移宫对我们人生，甚至我们的运线做一个什么样的吉凶祸福的一个展现，就有命迁线，它可以推算出很多的一个端倪。我们接下来会将在迁移宫把14主星做一个探讨与研究。我们接下来的系列，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以上是命宫与迁移宫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与其关联性。接下来将会在一系列中把14主星位于迁移宫的位置对我们的影响带来什么样的吉凶祸福，请持续关注灵机，你的点赞，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或是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在我们的留言区，灵机将会为您一一回复。灵机感谢您。